Moon Studio 的雷电终于现在已经进入合体的状态了。首先呢，之前我们已经介绍了3个形态如何的变形，这一期我们直接来合体。先来看一下这2对大脚，大脚在组合以前，准备工作是先要把这个盖子全部拆松掉，2只脚一样啊，这些地方要全拆松，因为一会儿我们要锁膝盖的位置。接着拿出来裤裆部分的铁腕，这个很重。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吧，就是正反面啊不太好区分，因为两边是镜像的变形嘛，变完了都一样，所以我试了一下，这个地方旋转一圈，咱们把后背这一块变成这个橙色的盖子，区分一下正反面可能会好看一些。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燕尾扣子加七星钩的咬合，也可以扣得很好，无所谓。但是呢，在组合以前，我们也是要先把这个盖子打开备用，然后我们来连接膝盖的部位，打开它。组合的位置在哪儿呢？把这个盖儿抠了，后边有一车门，把它抠开。为什么要先把这一块两边的七星钩解开？这都解锁呢。先把中间这里一个 T 型滑勺插进去，往下滑，滑到底，把这一块先锁上。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工字头，要滑槽再滑进去，这回就套入这个板子，连板子一起滑动。这个地方特别的不好操作，因为这两个钩子还拧着。好，好。看到这2条在完全滑进去的情况下，左右这2个七星挂钩锁上，还没滑到底。好，锁上，稳定了。接着再把这个板子放下来，再锁定，把这个车门抠掉。先滑中间的梯形核心，把这块滑进去，然后往下压 A 字关节，从这个夹缝里边插入，再往后推，2个工字口锁住。前方这里的卡扣我们找一找，两边的七星挂钩挂上，也算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锁。榫卯木匠。首先这5个扣子都翻起来，最后的这2个扣子不要翻平，稍微带点角度。先插中间的这3个，往后滑，这就锁上了。滑入以后啊，这里会拨下来2个，再把这2个扣子拨下来，顶在这个地方，把它卡住，再锁这一块。我们把橙色的这面放在这儿，后腰子锁上，这个放下来。胳膊变形时候要注意一个点，看到这里有一个锁扣没？这个说明书是没有画的，没有画仔细啊。它在腿的内侧这里往里按压的一个锁扣，这个锁扣主要是为了挂这个膝关节，把这膝关节定位在这里以后就很稳定了。所以想要肩膀这块稳定，必须把这个锁扣锁上，注意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有2个凹槽，中间这里有插2个棍子，要插这个地方，把它夹心夹起来。拿出这2根翅膀，插在这个洞里。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这样对比来看的话，感觉 Moon Studio 的这张脸，这个头雕啊，会更像动画片里边的样子。官方的那个其实更像记忆玩具，我觉得。
也就是说，完全变形出来的，身上的细节还是挺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致敬的元素啊。首先这一块，这两个护腿板应该是第三方后来加的。这俩板子的作用其实主要是为啥呢？遮挡脚踝关节，就是一个遮丑的。而且脚旁边的这个大炮的翅膀是有的啊，你看动画片里边就有。然后膝盖，包括大腿这个造型颜色。黑裤衩、灰色的腰，包括胸甲的造型也和动画片里边非常接近，但是动画片里边这个设定脑袋会大一些，我觉得第三方的这一套呢，可能为了整体的一个美型比例，再加上它头雕要一体收纳起来，所以脑袋做的比这个要稍微小一圈。然后两个肩膀，我尤其喜欢这两个肩膀啊，把人形单体的一个脚板放在这里，类似让肩膀有一个上扬的一个造型存在，也是挺帅的吧。同时很细心做了里外面的这两个窗户啊，这个板件的里外面切换和后边的这些把窗户都给你展现出来的这些细节，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挺不错的。而且50公分的合体金刚能做到每一个单体都3个形态能变形，其实最终下来的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好，还可以。拿一个 MP44 放在旁边看一下这个东西的高度，所以这个也能直观的看出来，这一套合体完了以后，确实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存在了。背后来看这些细节，这两个大翅膀是造型件得插拔，然后背后这里也是整整齐齐的。为了和正面区分，我把腰部这个地方反着变了一下，让橙色的部分冲外，跟正面有一个区分，效果也挺好的。后背来看，这些地方该堵的地方都给你堵起来了，包括这两个板子。这些地方赌的还是诚意可以的。总归来说，这就是第三方的一个优势所在吧。它可以不计成本的分件，然后用很多的盖板。本身这一套雷电又是片片变形，所以它拿很多的盖板都给你堵得严严实实。后背来看没有什么露怯的地方。最后就是要说一下这一套不好的地方了。首先，这一套的设计是一个片片包裹，每一款都是片片包裹。但是回头想一下也没办法，雷电就得这么设计。你用官方做，官方它也得做片片包裹。那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合体的关节，我觉得还是强度不够。因为啥？单体太重了，把所有的重量压在了这两个脚踝上的时候，看起来这两个脚丫子挺大的啊，支撑的面积也是一个双维度的支撑。其实这一块的一个大翅膀放在这里也算是一个另一个维度的延伸出来支撑啊，这一点是挺好的。但是这个脚踝是单体成员的腰部，如果你把 A 字接地掰出来1尺的话，这个地方撑的还是有虚位。然后就是肩膀的这个齿轮关节，其实这个齿轮关节可以撑得住，胳膊举起来是没问题的，但是重心呐，看将将的放在这里，重心已经非常的前移了。这个时候虽然说肩膀能撑得住，人也能站立在这里，可这个时候脚踝这里增加了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嘛，肩膀上面的问题，我之前有人看到说啊，这个地方晃晃荡荡的，这个我们在单体的时候也说了，它里边是有2个锁扣的，虽然说明书没写吧，但是如果你变到位的话，把这个地方锁住了，锁死了，它这个地方不会晃的。在玩这一款铁腕单体的时候，我就在说，其实其他地方的这些齿轮关节啊，包括它组合时候这个裤衩的拼装过程，环环相扣的维度锁定，这些我不担心。同样，我们在合体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个山岳在中心的核心位置表现出来的素质，包括上边钟馗的这个月闪吧，月闪的上面的这个稳定程度，它的卡扣非常多，所以把它抱死了。2条胳膊这么重挂在了这一款月闪上面的时候，其实完全不会爆开，这一点是非常好的。铁腕也不会爆开，这都锁得非常的稳定。问题就是我担心的是这个关节，这个大腿左右平转的，它是没有齿轮的，这里边只是一个轴。而且当时单体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太紧，看到了合体以后发现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些虚位，
也就是说本身这个关节有点松，加上重量以后呢，这个地方会容易出虚位，所以这也是问题之一。然后就是膝盖的齿轮，膝盖的齿轮其实不算紧，这个齿轮用手掰是很轻松的，当然也是为了，哎呀，好沉呐，我都扛不动它。但是因为这个小腿太重了，所以是无法平抬的，抬不起来。其实啊，它这个脚踝前后这里也是有齿轮关节的，看到了吗？就是说这一套其实最危险的地方在哪儿呢？在这儿，组合起来以后就是脚踝这里危险，其余的部分还是很稳定的。这一套立正摆在这里问题不大，因为它的重心很正，也就是说所有的重量垂直往下压，压在了这根轴线上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千万不要前倾，稍微前倾一些角度的话，或者你举起胳膊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受力，就往前折了。而且这两个板子在往前折的时候也会受到力。终归来说吧，这套雷电的总结就是这样了，样子非常棒，合体非常帅，过程的变形呢也不难。它单体虽然是一片片包裹吧，但是三形态处理的效果很棒，身上没有太多的多余零件。合体的部件需要插拔的部分，胸甲、2个小翅膀、大枪、脚踝上边的2个炮，就这么多，剩下的地方都是变出来的。所以这个想法是挺好的，但最后组合出来，因为是全部的真车真零件去变形出来的单体的合体的部分，所以在关节的稳定度上边有待加强。其他的问题不大，如果你变到位的话，肩膀锁住了，肩膀不会晃。造型来说，我觉得挺棒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更还原动画片里边的样子。那么第7集大合体篇就到这里完结撒花。